如果我说南国 Lisa 才是嘎布里头最大的流氓，相信吗？哟呼，大家好啊，我是王小明叔叔，欢迎收看嘎布第3篇章开幕的细节挖掘。如果目录中有你感兴趣的点，就请接着往下看吧。Standing by。历经了彼得嘎布引发的骚动以及双赫最后的疯狂过后，圣真等人久违的过回了相对平静的生活，也是经此一役，对抗斯图马各社的关系者们总算凝聚在了一起。而为了应对来自沙滩人界更大的威胁，第3篇章的重要任务之一便是团队的磨合。为此，创作者以篮球这项团队运动开篇，让圣真领悟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于是乎，在接下来的战斗中，他们有意识地让嘎布和布莱姆合力对抗占据地形优势的沙滩人。至于下集则轮到了巴伦与嘎布共斗。虽说两位骑士在此前已有过不少合作经验，但碍于素质问题，过往巴伦更多时候是在辅佐嘎布战斗，而下集因大总统之女乱入才逃过一劫的沙滩人，得面对的可是当前战力指数巅峰的雪人兄弟，那可真是遭老罪了。趁着机会，叔想稍微科普下本次沙滩的客串嘉宾。这位在剧中做的各种滑稽行径的打工仔，是则由知名搞笑艺人组合鸵鸟俱乐部中来自冲绳的肥后客广饰演。作为老乡的知念银河也表示，能与这位当地的明星合作十分荣幸。其中呀，带的呀鲁 Kidnayo 皆是出自鸵鸟俱乐部的名梗，而 Kurulimpa 实则出自该组合已故成员上岛龙兵的传统技。当看到肥后赏在嘎布中喊出库鲁林帕时，也是让不少当地观众流出了液体。在3年前上岛赏自缢身亡后，与其共事逾40年的北野武曾沉痛表示：“我跟你说过，谐星笑得死去是最理想的方式，不论发生什么事都要笑得死去。”所以叔叔也很好奇，肥后赏在下集是否会以上述方式死去来缅怀故人。回到正题，我刚刚提到的名梗几乎都是协作段子，在一定程度上与这2集的主题串联了起来。而在描写完软糖布丁、软糖巧克力共斗的情节后，实则还需要再整一次巧克力布丁共斗。这2位的协力作战，无论是战斗场面的观赏性，还是其背后的象征意义，都远大于唐乔组合。只因一个是从痛恨沙滩人到消除了对沙滩人偏见的人类，一个是从不把人类当回事到接受了人类存在的沙滩人。实际上，本章开幕就已给到了2人关系递进的描写，可最后却以闹剧收场。半斗急眼的原因没啥好说的，这段真正该拎出来讲的，应该是 Lucky 转手便啃起了半斗送的石头。各位想想，要是他没打从心底里接纳半斗，又怎会当场吃食呢？虽然笨拙还整出了一场闹剧，但 Lucky 实则以最大限度回应了半斗的热情。且不知道大家是否有留意到，现如今的 Lucky 已不会对主队团任何一人说出打擂了。透过这点来表现众人在 Lucky 心中分量的变化，也是胜过了千言万语。这一趴的尾声，姑且让叔叔先提一嘴，只要我做细节挖掘这样的视频，必定会额外塞入很多各位在垃圾营消耗和梗合集里头不可能看到的干货与独到见解，所以先给叔叔点正面反馈，回应下我的热情嘛，叔叔是不会让大家失望的。这里先容我以某位日本网友看完第3篇章宣传海报后发表的感想作为引子。看到总统旁边那个可疑分子，还在想是谁，结果发现竟是南国 Nisa， 这是南国没错吧？最近全程都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南国 Nisa， 这样下去真的能转型成为最终 BOSS 吗？啥都没干的南国 Nisa 逼格持续暴跌，啥都不干就是原罪。自从第20集给自家弟弟和被弟弟拐跑的当月销冠联手偷萝卜家后，南国尼桑便神隐去填这个窟窿了。虽然我上期有说过，本章开幕引爆的大雷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斯图马克家集体掉线与故事中期造成的违和感，但说到底，能看到这里的观众多多少少都对消失了近2个半月的大哥感到了不满吧。而抛开上述因观感层面导致的问题不谈，南国尼桑消失的这段时间里头，真就什么事都没干吗？借此，叔叔想帮创作者们脑补下南果在这期间干了些什么事情。为了填补原材料的窟窿，他既得动员打工仔加班加点抓人，又得继续招工，且历经了拉给奈事件，他还不得不额外做了项背调工作。而除了管理黑暗零食进出货业务外，蓝果还得兼顾公司上得了台面的生意。好不容易把进货量抬回过往水平，结果他发现自己忙前忙后2月半，到头来管生产的不当回事之余，还倒反天罡压力起了自己。那个管技术的就更别提了，跟他扯了那么久的对沙滩猎人方案，连个屁都崩不出来。这还没完，离家出走数月归来的吉普摇身一变成了驸马爷，还把公司机密泄露给了臭名昭著的世界最高当权者，属实把好不容易回到正轨的家业架在了火上烤。那我想问了，南国尼桑跟这群虫子在一起，怎么能搞好黑暗零食呢？
站在深圳等人的视角，兰果或许只是个不可饶恕的带恶人，但站在观众视角，兰果不过是条被弟弟妹妹耍得团团转的可怜虫罢了。由于存在性差，兰果至今不知道拉格奈能被拐跑与里耶鲁布脱不开关系，更不可能知晓那个弱得不像样的家伙之所以会诞生，也是这个弟弟搞的小动作之一。同样因为性差，兰果不可能知道格罗塔本有机会彻底消灭沙滩猎人的隐患，却为了能在战斗爽一次又一次放过他们。当然这些操作都还在兰果能接受的范围以内，可废柴弟弟招得回来那俩活爹就不是这么说了。且十分讽刺的是，这2集的主题正是团队协作，反观斯托马克一家都在给诚心想要真情加爱的兰哥添堵。理解到这一层的叔叔也不由得心疼起了大哥。不可否认，创作者如此处理，在将斯托马克一家塑造得十分丰满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兰果等人的不作为。但叔叔相信自己扯了那么久，仍有过半以上观众无法接受这一安排。对此，我认为监督田崎龙太对井上流剧本的评价能用到上述情况之中。大意是，有些编剧追求严丝合缝的情节设计，把每件事情都解释得清清楚楚，就像所有东西都整齐放在了便当盒里一样。但有些时候，超出便当盒的部分反而能让作品变得更有趣。某种程度上，兰果等人的不作为，南国理想的那里也确实让这个节目变得更为有趣了起来，不是吗？趁此机会，叔叔想把自己对兰果的观察笔记分享给大家。作为任人唯亲的黑色产业社长，兰果在对待打工仔时坚持贯彻降本增效原则。细心的观众应该早已发现，自从兰果重新接管进货业务后，虽然支付给打工仔的报酬明显低于基塔西普掌权时期的水平，但效益反而变得更高了。全因兰果早已拿捏了打工仔的心理。只有手停口就停，被断了后路的流氓们才会更卖力的干活。也是借着这点，要回去第29集快进了1个月的剧情。即便深圳他们在前阵子的骚动过后，又回归了卖力消灭打工仔的日常。不过很现实的一点是，在3名沙滩猎人的阻击下，兰果依然把进货量干回了过往的水准。所以某种意义上，深圳他们对斯托马克斯的威胁并没有观众们想象中那么大。这或许也是兰果没把红色户口他们太当回事的原因之一。但多得废柴弟弟的报复，现如今他即便想把除掉沙滩猎人一事提上日程，也没有余力去施展了。而作为斯托马克一家的兄长，亦作为弟弟妹妹们的上级，在知晓进货量搞不上去的西塔基普还隐瞒了红色户口从中搅局的真相后，虽然嘴上说了开除他们，但兰果还是给了弟弟妹妹一次机会。即便要西塔基普为了家族去联姻，兰果还是有花时间为他们筛选和面见相亲对象。再结合深圳还有西塔基普儿时对兰果的回忆来看，在对待弟弟妹妹这一块，兰果尼桑属实挑不出什么毛病来。也是基于这点，我上期视频才会说基普在第1篇章末尾沦为路边一条，根本怨不得家族半分。然而基普仅仅出自那一点恶作剧心理，就让斯托马克社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所以比起让兰果难堪所带来的快感，我更气愤于他这种不顾后果的冲动行为。当然现在他也多少明白了点伴君如伴虎的道理的吧。这一趴末尾，我还想稍微聊聊统治沙滩界的加尔达克一族，但在此前，我想先问下大家，你真的喜欢叔叔产出这样的内容吗？前阵子经历了我喜欢你所引发的讨论热潮过后，我也一直有在思考，大众真正乐于看到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或许我也该接受幕后干货结合观影心得的形式压根不吃香的现实了。所以如果这次或是之后数据反馈不佳，我大抵都会直接弃掉。当然也请不要出于怜悯影响你我的判断，只需透过点赞等反馈给我一定的评判依据即可。回到正题，之前官方就曾公布过斯托马克一家的怪人设计原型皆出自北欧神话，而近2周日本网友们都在讨论加尔达克一族的怪人设计原型，其中博卡总统的原型是克苏鲁，这个没什么争议。可总统之女利杰鲁的原型，宿主在上集播出以前只看到了绵羊的说法，他们的依据是吉普的原型，即传统认知里作为捕食一方的狼，在沙滩人界成了被羊捕食的存在，颇有趣味。而更有趣的是，装饰浩平在第29集副音轨提出了老鼠这一完全不同的见解。可据制片人透露，利杰鲁的原型同为克苏鲁体系下的外神奈亚拉托提普。作为凌驾于斯托马克一族的存在，加尔达克一族不仅得在感官上比普通的沙滩人更强，还得兼具贵族阶级风格。当然，我花费这么大的篇幅扯这点，只是想告诉各位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不要再像酸鹤执着于半斗那样执着于狗头人这个路人饼了，好吧？在第29集，这对父女的人设透过半集不到的篇幅就立了起来，一个是女儿奴，一个则是叉 P 并不正常被惯坏了的千金大小姐。而结合上她的叉 P 和任性来分析，会让她想把斯托马克社占为己有的原因，也很可能是压缩人的关系。
甚至可能压缩人品质越低，他越喜欢。那这样不仅与斯托马克斯的方针背道而驰，也能够颠覆打工仔一贯的做人策略。想来作为新篇章打出了变化球，会挺有意思的。当然，这个过2天就知道了哈，估计叔叔很快会被打脸。在上期的讨论环节，小团体就有聊到后续可能会出现总统被兰哥背刺的剧情。关于这点，我其实有个脑洞，由于贾尔达克这把火势必会烧得比斯托马克更旺的关系，不知道后者是否会为了除掉这一威胁，短暂与沙滩的猎人们联手呢？毕竟如果单纯躺赢的话，也显得斯托马克一族挺无能的就是了。那不知道屏幕前各位是怎么想的呢？嘎补的最终形态在第32集便会登场，这可比过往任何时候都要早，而这势必会导致诸如压倒性的希望沦为一个笑话的情况。但好就好在今年嘎补最终有着双形态切换的设定，在橙色的欧尔形态瘪吃的差不多之后，再让紫色的 Master 形态登场，算是取了个巧。而今年之所以会出现双形态最终以及主题最终提早登场的情况，想来也是受到了提前开拍的影响，以及对延长最终曝光时间以稳固相关玩具销量的考量。那综合判断过后，双形态玩法确实是个很不错的处理方式。如果今年的商法实践成功，想必后续也会再沿用这套模式。然后关于提前开拍的影响以及保障诞生密文2个点，叔叔是有计划在下期展开的，当然前提是还有下期哈。反正干货我是准备好了，就看各位的反馈情况咯。另外，在新的一集，创作者也有透过半斗扯到了生真妈妈的亲人这点，我认为利用它去引出嘎补的最终是个不错的选择，无论是欧尔还是 Master 形态都好哈。毕竟一直以来，相较于打倒敌人，生真会优先避免出现更多的牺牲者，更何况反抗斯托马克社就意味着他迟早要与自己的血亲互相残杀。即便哥哥姐姐们不会有什么心理负担，但你认为生真能做到哥哥姐姐们那样吗？所以生真妈妈亲人的出现可以是个很好的破局点。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各位要不要一起猜一下后续登场的生真妈妈亲人与生真会是什么关系呢？有没有可能会是生真妈妈的丈夫和儿子呢？毕竟前几年东映就已经给过我们暗示了。当然，叔叔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哈。目前我猜最有可能会是生真的外公或是外公外婆，毕竟生真这一路走来并不缺母亲的关怀，来点父辈的疼爱综合一下，不失为更好的选择。而叔叔也确实缺了点父辈的疼爱了，各位赶紧在最后疼爱一下我吧，多看嘎补，多看小团体 version，加拿。